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和他的这个关系发展，他是如何看待这段关系的？你在他眼中的印象。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张牌就是宝剑十啊，这宝剑十它会有一种万箭穿心的感觉啊。可能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有一点点过度焦虑了吧，或者说你们似乎一直在这段关系当中反思自己。因为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给自己套上了太多的枷锁和束缚，而且呢，这段关系的话，可能说，我觉得这张牌它也是有一点预测这段关系的走向，就是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会非常的辛苦。本身宝剑它代表的就是密集的思考呢，而且宝剑十它是小阿卡纳牌当中宝剑最多的一张牌，所以说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会非常的焦虑，它意味的是一种过度活跃的思维能量。就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打败你的不是这段关系本身，而是你们自己。这宝剑十的话就是给我一种你们会自己给自己打退堂鼓的感觉啊。你们的思想包袱太重了，瞻前顾后啊，所以说其实我能够感觉到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这种犹豫吧，欲言又止。可能还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就已经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了。那么这个星币女皇呢，她是一种就是你们在对方眼中的一个形象，就是他们因为这种星币女皇她是有这种土象特质和能量的，所以说对方会觉得你们很稳重，就是很摩羯和金牛，他所携带的这种能量就是非常的稳定稳重，或者说你给对方的一种印象就是他们在潜意识里边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的、很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你给对方呈现出来的感觉啊，一部分的话是你们在对方的眼中有一点过分稳重，或者说过分矜持了，会让你们自己有一点束手束脚啊，就是你们没有把自己真正的内核或者说核心的魅力展示出来，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还是会有一点收着自己的。那么这个太阳牌呢，也是就是对方其实能够从你们身上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我觉得这是你们两个人在关系当中你能够吸引到对方的一点。其实太阳牌你在对方的一个心目当中的形象呢，就是他们会觉得你有一点点幼稚，或者说不太成熟。可能说对方啊，他们在心理层面或者说生理层面上要比你们更成熟，所以说他们看你就像看小孩子一样。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对方可能没有足够的重视啊，他们对待你的话，就像对待一个这种弟弟啊，或者说妹妹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段关系对方是要高于你们的，就是你们会有一点仰视对方，而对方会有一点俯视你们。他们会觉得你们很可爱，但是可能没有足够的重视这段关系，这个关系发展的方向啊，可能在接下来会有一点跑偏了。如果说你们给对方留下的印象的话，就是对方一方面觉得你们会很真诚、很保守，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会觉得你有一点幼稚、有一点天真啊，这种感觉。所以说，你给对方留下的这种印象呢，它不是很连贯的，甚至有的印象呢，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脑海当中，你们也是一个这种很多面的、很复杂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个星币八呢，它其实对应的是，就是你们所关注到的这个人，他们非常非常认真的、努力的对待自己的学业和工作，就是很一丝不苟的状态。他们对待任何事情都是全力以赴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正在为了某个目标啊，或者说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或者说考试。他们的生活就是感觉大部分会被这个工作啊，或者说学业所占据。星币八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会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无论是对待感情还是在自己的个人发展上面，都是一丝不苟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状态呢，可能会让他们忽略掉他们身边的人对他们的一种关心，因为他们
全身心的去投入到了自己所关注的一些事情上面。那么我觉得可能对方的这种状态也是他们能够吸引到你们的一个点吧。那么这个星币牌呢，这个 The Hermit 隐士牌啊，隐士牌我觉得他们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啊，无论在对待自己的感情还是工作上面。而且呢，这个隐士的话，就是他们其实是会，就是你们会感觉他们不是那种非常开朗的性格类型啊，他们可能会像这个隐士一样，有一点把自己封闭起来，或者说他们会有一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会有一种很自我的感觉，独来独往，就像这个隐士一样。有的时候你们甚至会感觉他会刻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说隐士的话，就是对应的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是有一点看不透对方的。这个隐士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对方在某些事情上面有着很坚定的想法和信仰。那么他们手上的这盏灯呢，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努力的一个方向。如果说对方是隐士的话，那么你们就是这个愚人。对，你们在对方面前的话，一方面啊，你们是有一点，就是会有点紧张，或者说有一点收着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们又会有一点想要表现自己。所以说这个愚人牌就是你们在对方面前，你们整体呈现出来的这种能量呢，又会比你们平常似乎要更活跃一点。所以说它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呢，你们想要展现更好的自己，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又会有一点保守和拘束。对，这就是你在对方眼中的这样的一个你留给对方的一个印象吧。它是很立体很多面的，就是这两张牌它看似甚至会有一点矛盾。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愚人牌的话，其实你们在对方眼中的这个形象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会有一点可爱。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对待你的话，这种关系可能更像是一个，就是他们的心态啊，他们更像是一个，就是说站在更高处能够照顾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会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有一点微妙。那么他可能会就是更像是一个老师吧，或者说是你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高于你们的存在，像一个榜样一样。因为他们的心理层面上要比你们更成熟，所以说对待很多事情上，他们是能够帮助到你们成长的，因为他们的阅历啊，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都要比你们更深刻一些。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是爱之神谕卡，大天使给你们的一些爱情指引啊。第一张牌是 It is safe for you to love 啊，就是说对于你们来说，这段关系它是安全的。可能你们有一点患得患失吧，就是不知道这段关系要前进还是后退。那这张牌其实是我觉得是在给你们打气的，就是你们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去爱，去体验啊，去感受，去互动。因为你们可能是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害怕自己的爱得不到回应。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们深思熟虑之后，往往就不会做出行动了，这个时候就会留下很多的遗憾。那我觉得不如去大胆一点啊。那第2张牌呢，Healing Family Issues 啊，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说会有这种原生家庭的问题，会有一点困扰你们吧。就是你们的不自信多多少少会来源于原生家庭的环境啊。就是要么你们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就是焦虑型依恋，要么就是回避型依恋。那么这种依恋呢，本身是来自于你们成长的这个环境，或者说原生家庭带给你们的。所以说如果你们想要拥有一段美好的关系啊，那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先治愈自己啊。因为亲密关系它本质上有3层，第一层呢，它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第2层呢是我们和父母的关系，第3层才是我们和爱人的关系啊。每一层它都是层层递进的，我们先必须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然后再处理好和父母的关系，最后才能处理好你们和你们喜欢的人的这种关系啊。对。那么第3张牌呢是 Codependency，一种相互依存或者是相互依赖吧。就是说在大天使看来，你们其实是彼此能够互相需要的，或者说你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彼此身上的闪光点啊。所以我觉得你在对方眼中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啊，或者说形象，比你们自己想象的要好很多。
你们可能一直都在这段关系当中不太自信啊，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啊，有一点点自卑。但是呢，这个 codependency 我觉得牌面上面呈现出来的一个信号就是对方他也会需要你们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适当的自信一点，甚至可以去尝试着拿回这段关系的主导权，你们可以来主导这段关系，而不是等着对方来主动。我觉得可能你们现在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绷着自己，就是这种能量是收缩的啊。你们的表象虽然说会有点内向，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深层人格其实是很活泼的。我觉得你们要把自身的这种很活泼、很阳光的一面更多的展示出来，它会对你们的这段关系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侍卫啊，可能说你们现在正在等待对方主动给你们发来消息啊，或者说你们在等对方去主动推进这段关系。也就是说，你们希望对方来引导这段关系，他其实有一种他动你们才会动，他们不动你们也不动啊。所以圣杯侍卫就是你们在等着对方来邀请你们，而且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侍卫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对方他是知道你们对他有好感的，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圣杯侍卫呢，你们也可以把这张牌看作是你在对方眼中的一个形象，因为是圣杯啊，水象特质，所以说他们会觉得你们比较温柔。因为本身圣杯的话，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啊，它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暧昧在里边，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捅破这一层窗户纸。然后这个宝剑四的话，就是你们对于这段关系心里边其实有很强的执念啊。这宝剑四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是有一点被困在了这段关系里边，可能你们一开始只是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关系啊，但是这个关系发展的它的复杂程度可能超出了你们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宝剑四的话，你们总是在一段关系里边去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或者说总是纠结一个细节，纠结一句话，所以说你们太敏感了，反而把自己困住了，困在一段关系里边啊。太在意一个人或者说一段关系，反而会让你们有一点失去自我。我觉得你们可能应该要尝试着去降低对于这段关系的预期，让自己变得佛系一点。这宝剑四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压抑。那么这个宝剑骑士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应的是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啊，那么对方可能在之前有追过你们，或者说对方在过去曾经有过比较明确的表示啊，但是呢，你们可能说，在这段关系，发展最快的那个阶段，可能说没有明确的答应，又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拒绝。所以你们的这段关系，它现在可能被卡在了某个地方啊，就是有一种阻塞。这个宝剑四的话，可能也是因为对方在这段关系当中说了一些话，或者说有一些行为，会让你们感到很疑惑啊，很不解，很困惑。而且呢，这个宝剑骑士啊，对方他的这种双子和天秤的能量是很强的，可能还会有一点这种水瓶的特质啊。这个水瓶的特质呢，就是说他们会很自我，甚至会有一点自恋。而且双子的能量呢，对方可能比你们想象的要更加擅长去处理人际关系，就是你们会感觉到他们其实是比较会聊天的。这个宝剑骑士的话，他们能够在一段关系当中收放自如啊，那这个时候就会给到你们一种很不确定的感觉，就这段关系感觉对方可能若即若离啊。我觉得当你们觉得这段关系无法把控的时候，实际上这段关系就会有一点危险了，因为可能说对方在这段关系当中做的一些事情啊，会让你们很没有安全感，会让你们变得患得患失，或者说对方又会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也会让你们变得有一点迷惑。所以说
让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把你们困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我感觉也并不完全是你们自己啊，可能是对方在这段关系当中，他们和你的这种互动啊，对方可能会说了一些让你们很迷惑的话啊。而且呢，这个宝剑五的话，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吧、误解啊。宝剑五的话，牌面上还出现了第三个人，也就是说，可能说你们心里边想的这个人，他身边有其他的桃花，或者说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身，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会有第三个人从中干预，或者说从中阻碍。这个宝剑五的话，给我的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像，就是这个你们心里想的这个人啊，他可能和他身边的朋友曾经提到过你，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但是呢，这个宝剑五，它其实对应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就是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有一点渐行渐远的。那么这个宝剑骑士的宝剑国王的逆位呢，它其实对应的是一种关系的变化，就是对方一开始是宝剑骑士，而现在变成了宝剑国王。就是你们一开始可能还聊得挺好的，但是可能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吧，会让这段关系陷入到沉默，甚至可能会有点冷战的感觉，就两个人的沟通会越来越少。那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权杖女皇的逆位。逆位的权杖女皇呢，就是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委屈，然后呢，权杖女皇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想联系对方，但是又觉得你们一旦主动联系对方，又怕暴露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需求感，所以你们宁愿忍着。而且你们又是在一段感情当中很容易钻牛角尖的那种性格，很容易会陷在一段关系里边出不来。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三张天使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啊。第一张牌就是 Keep an open mind。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啊。你们有的时候就是太容易钻牛角尖了，在一段关系当中会很容易被对方看穿，尤其他们又是这种风象特质啊，很聪明。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你们卸下自己的伪装，就佛系一点，或者说看开一点。那么第二张牌呢是Children啊，Children的话，我觉得，因为从牌面上来看，你们两个人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会想的越来越多啊，思考的越来越多，顾虑越来越多，但是行动却越来越少，好像这段关系它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这个 Children 呢，它其实意味的是一段好的关系啊。它不是说走向复杂，而是重新抵达天真。所以我觉得不如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不要给这段关系做加法，而是给这段关系做减法，把这种关系还原成一种最简单的状态，就好像你们两个人刚认识彼此一样。不要有太多的执念和想法，也不要试图去控制这段关系。那么第三张牌呢 Free yourself。在这段关系当中，因为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被困住了，所以说你们要还自己一个自由，对，放开一点啊，心态上放开一点，因为你们太容易去依赖了，或者说太容易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就放不下啊，会很焦虑。因为你们有这个权杖的属性啊，所以说你们是很容易逞强的那种性格，在一段关系里边从来都不会认输啊，也从来都不会低头，但是恰恰是你们的这种性格啊，在人际关系里边总是会吃亏，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那句话，心态上得放开一点，对，不要那么患得患失的。在一段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得到怎样的爱，你们想让另一个人以怎样的标准来对待你们，那么你们一定要先以同样的标准来对待自己。当你们不缺爱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得到爱啊！所以说，在这段关系当中，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对，所以说，在这段关系当中，降低对于这段关系的期待啊，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自己身上，这段关系也许会，在接下来的发展也许会有不一样。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第三组牌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它就是命运之轮啊，就是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能现在在某种不断的重复和循环当中啊，就是它一直在轮回，可能说在某个关口反复的徘徊，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说这段关系可能说在牌面上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们努力了很久啊，但是好像最终又会回到原点。所以说这一张命运之轮呢，它代表的是一种轮回，这段关系似乎有某种错误的在不断的重蹈覆辙，而且呢，这个星币7，就是说你们现在在观望这段关系啊，可能说这段关系你们也有一点纠结，它有一点食之无味，但是又弃之可惜，会显得有点鸡肋。而且呢，这个星币7啊，对应的是这段关系它在一个地方反复的徘徊啊，那么就是说当下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这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呢，它在不断的消磨你们的耐心。所以星币7就代表的是牌面当中的就是说牌面当中的这个人呢，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所占卜的那个人，就是他们有一点举棋不定啊。星币7可能说他们的态度是很模糊的，或者说在这段关系当中啊，他们的这种行为没有给到你们安全感，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这种阻碍啊，可能不在一个地方啊，或者说没有办法常常见面，所以说这段关系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感，这就会让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断的反复的去试探或者说猜测，而且呢，这个星币的逆位，它其实对应的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它实际上是缺少一个承诺的，或者说这段关系它缺少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啊，因为没有得到那个答案，会让你们不断的想要去试图从这段关系当中得到一个肯定性的回复啊，因为你们无法接受一段不明不白的关系啊，所以说无论是关系的开始和结束，它对你们来说，它一定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那么这个逆位的圣杯呢，它其实也对应的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啊，你们的语言表达是受到阻碍的，就是你们有很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你们一直在憋着，所以这段关系对于你们来说其实还是有一点压抑的，而且呢，这个皇帝牌它其实代表的是，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拥有主导权的那一个人，就是说你们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段关系的主导权在对方的身上。那么你们关注到的这个人呢，因为他对应的是皇帝，所以说他们可能是有一点自我的，非常的自我。就是你们感觉这段关系它随时都有失控的可能性啊，因为皇帝他本身就有一种很强的能量场啊。我觉得可能他们身上的这种自信啊，也是他们能够吸引到你们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他们的这种自信呢，是对于自己能力或者说魅力的一种笃定啊，所以说如此一来，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就会比较被动吧，而且呢，这张星币6啊，就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呢，从塔罗的角度来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可能会有一点失衡，就是你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要做出更多的妥协和牺牲去迁就对方。这段关系就是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是会被索取的那一方，所以说这个星币6呢，我能够隐约的感觉到这段关系可能它正在失去平衡。那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是大天使给你们的，就是关于这段关系的3个指引。首先的第一张牌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s，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的话，可能现在是受到阻碍的，也就是说因为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有很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啊，所以说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你们可能需要去建立一个沟通啊，不必等对方来和你们沟通，你们可以主动的去开启一个对话，你们的想法可以说出来，不必害怕，要勇敢的去表达自己啊。可能更需要的是，你们需要在这段关系当中找回自我吧，而不是总
总是在为对方考虑，或者说总是在反思自己。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Love yourself first， 就是在这段关系里边，你们要更多的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成长。就像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它从来不害怕树枝折断，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它自己的翅膀。所以当你们拥有了自己的翅膀之后，你们就不会再对一段关系患得患失。那么自我建设它永远是一段关系开始之前一个最重要的课题。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separation， 就是不要害怕分开啊，你们不要害怕结束一段关系，甚至你们要永远在这段关系当中掌握主动。你们可以主动开始一段关系，也当然可以主动结束一段关系，如果你们觉得这段关系已经不能再服务于你们的成长。所以说你们要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的手上，也不要害怕结束，或者说害怕告别某个人，因为告别错的才能够迎来对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说你们需要有一些勇气去主动止损，尤其是在一段不合适的关系当中。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